发现个案都是来提醒我哪些功课没有完整、没有完成，要再去面对的。那所以个案是我的老师啊。那我就想问，如果你会这样，那飞仙你在做人类图那种解读的个案或占星的时候，你会这样吗？可是我不会不舒服，我会知道啊，这个我发生过，难怪他找我解读。那他会讲出你过去可能发生过故事，或是经历过那些事情，你仿佛就已经看到过去的你自己这样。对，但是我会有一种更能理解他现在在经历什么，然后把他的状态很精准讲出来，以及把就是现在的图或流年告诉他说怎么样走，你会比较容易放下，或是比较容易得到什么这样。Hello， 大家好，灵魂事务所的 Jessica 飞仙，你这样没听到啦，没有录到哦，飞仙，飞仙。好，我们接下来聊别的好了。我们别的，所以本来在聊什么？所以不聊它变别的。我本来想说聊一些色情的，可是后来我又觉得算了，跟灵魂事务所的宗旨不合。对，所以我讲说，我们不是落地生活吗？是落地生活，又不是落地性生活。我本来以为你会谴责我的眼神，刚刚你露出了一个有趣的眼神。那很重要哎，重要什么东西？身心灵要平衡，身心灵还是身心灵？我不能单纯偏颇的只聊某一些方面。对，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负能量。我跟你讲，再怎么聊不过飞仙，聊色的聊不过他，他猛的嘞。前一阵子我在问世的时候，正有人问我说：“老师，你那边有没有水晶可以调整夫妻房事和合？”这挺重要的啊。对啊。他说，因为你知道车子已经买回家了，但是不好开，所以不开心，所以就有夫妻房事能不能稍微调整频率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他无法调整角度，但是可以调整频率跟能量，让调整角度什么意思？他怎么自己挖洞自己跳下去啊？他干嘛？我听不太懂，你听得懂吗？我听不懂。他了然于心说：“我听不懂。”这两个在假装他们未满18岁。好，我们今天要讲什么话题呢？我想问负能量。负能量，对，因为平常我们在事务所听到都是为了让自己正向高频，或者是能够就是往上走，往好的走。但是我觉得生活中不免都会有一些负能量。对，然后一直以来我都会觉得不用逼自己，就是非得要往正能量去。我觉得先面对自己的负能量。理解那是哪来的之后去解决它会比较好。对啊，对，所以像赖瑞跟 Jessica 平常也会有负能量吗？有啊，会啊，情绪啊，会啊，不开心啊，对啊。你什么事情会不开心？我遇到飞仙之前都不开心，遇到飞仙后就开心了。我觉得讲的，我听着像很假，有没有？我讲的是类似什么样的模组可能会触动你的那种，就是譬如你有感觉到情绪震荡之类的。比如说被攻击，留言攻击或被误会、被误解，这些就会造成我自己本身的负面能量。你现在应该不会了吧？我自己本身的比较少了，但是还是有啊。我有自己不断的在让自己进步，更少一些，但是我也在努力当中。因为我最起码我知道方法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对，因为我想说你平常已经习惯我在攻击你，我就想攻击久了，你就对其他攻击没有感觉了。没有，你那不算攻击，你那算是暴力袭击。我那是抨击，你那是暴猎我，所以基本上我对于你这种状态我已经放弃了。对，那像 Jessica 呢，平常也会有生活中的事情引发你的就是所谓的负能量出现吗？会啊，就是通常跟我觉得家庭的那种负能量会比较重一点，在家庭里面，毕竟是业力。对啊，还有就是可能对方总是有过不去的情绪跟状态，然后无论用什么方式引导，然后我通常都会听到一句话，就是你不要把那个你用老师的讲给你学生的方式来跟我讲这些没有用，好，类似像这样，就是无能为力啊。是谁会对你这样讲？不要问这么 detail 不要这，应该是会听 podcast 的长辈。你小心他在听 podcast。没有，我要问的这样子的角度是，那你们如何去把自己的频率再调回来？因为每个人一定会，我觉得不会有人是平的啦，我心脏一直在跳，应该都会有震荡。可是当你们遇到负频率的时候，或是负能量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把它调回来呢？那又怎么用？你怎么用？我通常都是如果是对话里面的情绪，像这种家族的这个部分呢，通常我会变成好像我用第三者的角度在看我跟这个人就是Jessica在跟他家里人在做对话，
我会做一个适时的抽离。刚开始抽离的可能没有那么的顺畅，后来就是也许对方情绪波澜也比较大，我还是可以抽离，就是需要练习，需要很长的练习。有时候平常我还会沙盘推演，不断的在心里沙盘推演，当他跟我讲了什么话的时候，我要怎么应对，我那时候要维持什么的方式，让自己习惯。怎么听起来很像人类图人生角色6爻会做的事情？我7爻。我的方法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很闷，我知道我的情绪很闷，感觉出来，然后我就会看着，就是觉察看着我的情绪，他闷，我就看着他，看闷多久就看着他。然后我以前会去衍生很多的故事，小故事关于这个闷，比如说这个闷是被飞仙攻击的，我就想说他为什么要攻击我？我以前有对不起他吗？不然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我？那说我下次的话，他看我就要怎么怼他？我衍生很多很多的故事出来，比如说，但我现在不会去衍生这些相关的故事，我就看他闷，我看他可以闷多久，因为我知道这个闷是来自于我自己本身被勾到了，跟飞仙无关，所以我就看着他闷，看着他就会化掉、消失掉。好，下次再来又被攻击一次，我会发现那个闷没有那么闷了，可能剩下80%，我再看着他，他的闷就一次一次比一次越来越小，越来越少，就是这样的状况。在我刚刚听的感觉啦，其实我觉得我想到了2个平常你蛮常在跟我们聊的一个状态，其中一个依然是人类图的6爻的状态，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有一点让我觉得就是抽出成为第三者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另外是关于觉察，觉察你自己的状态，然后去那个过程，我看你有时候会有找到那个根源是什么，或者是什么都跟自己有关的这种感觉。对，我以前会找根源去理解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来自于我过去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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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那个是脑袋里面的一个游戏，那有没有效？有效。但是我发现一个更快的方法，就是我刚刚说那个方法更快，我直接去穿越，去面对，不然我可以选择不面对，但是它就会越来越嚣张。我就在滋养它，滋养什么？滋养我脑袋里面，让它编造更多的故事。所以我换一个方式，我来面对你，我看你躲去哪里，就好像拿一盏灯去照着它，对，这样感觉让它无所现形，这样子的感觉。刚开始去看着它，其实是很不舒服的，想着故事，想说这个人多不好啊，混蛋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他一定怎么样诅咒他，或是骂他。我对于脑袋来说是比较舒服的，但是我发现那没有效啊。但其实你这个概念在我上过你的课里面，其实我有接触到2个，一个是关于超觉力，另外一个，超觉力，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跟这种感觉状态就是有碰到的，好像就是那个催眠课程，催眠课程状态。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它不算是真的完全为了这个，可是因为在里面的其中一个练习我有碰过，就是 Jessica 跟 Larry 一起开的那个灵魂疗愈的工作坊，现在还是这个名字吗？对，现在还是这个名字。因为他其实那时候有一段是带着我们就是交换角色的那个部分去看待，就看我的状态，那个会让我联想起这个感觉。对，这是赖瑞想要在各个课程中让大家去看觉察吗？对，我觉得觉察非常重要，就是我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当我知道了，我才有办法去改变。如果我都不知道状况之下，我也不知道从何改变。这我觉得凡事都是如此啊。其实像一般我想上超觉力课程的时候，我大部分都是认为课程中可能我可以去透过除了我的五官以外去感知到我看不到的世界。但是这个前端你会安排，这是不是代表我得先觉察，我才有办法往下？当初我在跟 Jessica 在讨论这个课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关键 ，Jessica 教的是关于我如何去沟通、收讯息，在教这个部分，然后当然跟灵魂沟通了哈。好，那我觉得大前提是我要先知道我到底收到的讯息是小我，还是真的讯息，还是高我，还是灵魂。那要先有觉察。如果没有这个觉察，那我收到什么，没有人会知道啊。可是如果我是小白，我上个超觉力课程，我有办法去分辨这些这么感觉好像很细腻的这些部分吗？它是一个基础，最起码有很多的练习，比如说你可以练习拿别人的水晶，对，你可以知道别人想什么。更奇妙的是啊，全场里面40-50个都小白，对，但是准确率到达80%的，你猜多少？最厉害的一班居然有超过一半，不然最起码都40%。然后准确率到60%以上的，居然达到80%。
这就是我觉得也很奇特的地方。你知道吗？那时候你在带我们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当时你有说一定要贴身的东西，所以我本来要拖一些东西出来给人家感应，因为贴身嘛。但是后来你说不用这么多的时候，就是我有拿到一个同学，他就拿了他的发圈，绑头发的发圈哦，而且他的这个发圈其实只有买1个礼拜。然后当时我就会觉得，会不会只有这1个礼拜内它发生的事情我可以感受到？但很神奇的是，原来这东西记忆的是他全部的过去，所以我看到他3年内所有的事情。然后我跟他讲了之后，虽然它是一个状态，不是那种什么几月几号天气晴然后发生什么事的那个故事，是一个状态，可是他非常惊讶跟我说，他没有想到新买的发圈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他的这一段的故事全部都在被这个发圈给记忆住了，对不对？对，而且只有带1个礼拜，但是那些事是3年前，就是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对，所以你讲的这个是我非常惊讶的。对，因为在里面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我知道我自己的状态，我可以觉察以外，除了收讯息，最大被帮助的是自己。我可以随时知道自己的情绪，我可以知道自己的感受，我可以知道我跟环境彼此之间的互动。我觉得在生活上有很大的帮助。我是很久没有去看灵魂事务所粉丝页的那个上面课程的时间点。你近期内有要开超觉力吗？顺便打广告咯，可以吗？对啊，可以。 OK， 好。台北超觉力10月25号，还有高雄的超觉力10月18号，这2场是最近要开的。我们终于要去高雄了。对，10月19号刚好是签书会。所以10月18号在那边开超觉力，就是我觉得可是你现在，因为我记得以前每次超觉力一打开就是被抢光光。对，你现在会这样讲，代表应该还有1-2个位置，或者是你有打算就是看情况加人数，对不对？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大概是开课前10天大概爆了。就爆掉了，因为还不到前10天，对，所以还有一些名额在那边，对， OK， 所以大家可以快一点，不然到时候时间越近的时候越抢不到名额。其实时间越近啊，大家蜂拥就会来开始报，对，然后通常就是报到最后很快就没有，大家都觉得时间到了再报，反正还很久，其实不要等，对对。但是你这一次在高雄是真的在高雄吧？我就是永远忘不了你那时候跟我讲台南，我以为会离我阿嬷家很近，我阿嬷在台南的海岸路3段那边嘛。海岸路是不是？对，海岸路那边。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新营没有离开啊。那时候的台南我是有一点困惑啦。他在新营夜市附近。对，然后我们也没有时间逛夜市，因为你知道很妙的一件，我先问你啊，你刚刚讲说新营对不对？对，它是画在台南里面，台南县嘛，对，也是，是不是台南？大台南，那就是啦。OK， 好。那你这次高雄会跑到鹿竹还是鸟松？我们会在高雄市里面。好，那我要回到那个原本负能量的这一题了。好，就是如果平常，譬如说，假设今天我在负能量的状态下，你们2个是在高频的状态下，你们会被我沾到负能量吗？会啊，最外层。那会被影响吗？譬如说，假设我现在在大哭，然后很伤心，你们本来没怎样，之后沾到我以后，你们莫名的心中也感觉到悲伤，内在的情绪频率会共振啊，会感受，就是也会跟着这样子伤心吗？对啊，我问一下，感受就是会同理啊。我问一下，如果假设今天一个状况就是我没有被他哭影响，我没有被他情绪影响，那我会沾染到负面情绪吗？你现在要说的是内在感受吗？对，内在感受没有被他影响，那我会沾染到负面情绪吗？一样，还是会沾到。就比如说，你今天经过，你并不知道你最外面那一圈的灵魂之光的频率到底沾到什么东西，所以我才会说，大家晚上10点前洗澡啊，把它洗掉，就是有点像重置，让自己的那个频率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然后睡觉。因为沾久了，还是多少会受影响。那如果譬如假设我很衰，我近期内就是倒霉到一个不行的这种状态。那如果跟我靠近的人，其实也会沾到吗？当然啊，当然。那我有办法，就是可以让我避开吗？或者是保护我自己？我还是想关心他，但是就是不要让我自己的外在的那个能量或频率被影响。当下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打电话，隔比较远可以吗？打电话怎样？打电话关心他，不要靠近，不要靠太近，可以吗？频率跟负能量不是因为距离而已，你在接电话那个状态也会。其实对我来说，频率它是没有距离可言。我就算传 LINE 给他，只要我心中知道是跟他，我其实就已经沾到了。你就跟他建立一个通道啊。对啊。那但是你可能不见得受影响，因为你去想一下，你的内在的能量就像个大海一样，
如果假如他最近的状态会形容夸张一点，可能就是像那个石油洒在大海开始，那你大海当然花一段时间才能消化那个石油的状态嘛。那可是就是假如你平常的状态就是你可能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你听一听他，你可能听一听，但是我先讲，如果你听第一次你消化完了，第二次消化完了，第三次开始不太对了，第四次第五十几次，那你就开始一看到他，你内在的能量，飞仙的嘴角已经开始抽动，十几次，对啊，你看到他，你就会直接 link 到说，哦，我过去会受到他这个影响，然后你就会开始，我先讲那个负能量不是他造成的，而是你其他过去那些这种相同类似的感觉开始引发，就开始共振，然后类似像这样子。那如果是发生这种事情，我会建议大家就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你就开始调整自己的频率了。怎么调啊？我的方式，我先讲我方式，待会那个赖瑞分享他的方式好了。赖瑞一直在写，就是你最近不管讲什么，他都一直做心得跟笔记耶。没有，我在写他的口头禅，我觉得很有趣。哦，好，我写一堆，我从上一集一直写到现在，因为有刚刚好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我在做催眠的时候啊，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每次做完回去我都超累的。然后我曾经有一次更扯的经验是，做完回去以后我就感冒1个礼拜。哦，那我就在想说，不是有人讲说会沾染到别人的负面能量吗？对，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那难道我沾染到负面能量？它看起来没有啊。后来呢，慢慢的，经过大概1年以后，我一样在做个案，但是发现就没有这个状况了。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个人发现，你们听听看哈。那阵子他来做的是关于他自己感情的事情，然后刚好他感情这个议题，我也有这个议题，所以他在讲的时候呢，过程当中我的情绪也被勾起来了，不是对个案的情绪，是我自己在我感情里面对另外一半的情绪被勾起来了。什么感情的故事？我想先听前面我才能理解。那18个女朋友，你不要再害我了好吧，我已经被害了一次。是第6个吗？是第6个的故事吗？第9个哦，第9个。下播，下次再来。所以意思就是我们讲回来，就是说这样子听起来就很像他那时候你在那时候在催眠的时候，如果这些人会因为你是说你的议题的关系，所以你会容易情绪被勾住，所以你回去催完眠之后，帮对方做完个案之后，你会觉得很疲倦。没有，我后面还没讲完。哦，对，我被勾起来了以后，我的情绪被勾起来嘛，我就会开始我在事后的时候，我就回想起我自己的问题，关于类似这些问题，我就会回想起来。好，那等于有个状况就是，我就回家以后就开始想，那他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其实同时是我自己过去的功课，我勾起来以后无法解决，我在想自己怎么解决。那其实我跟他的这个能量就没有断开，没有做一个界限，没有断开，所以导致我能量一直耗落，耗落状况之下，我的身体就不舒服。所以慢慢的我就发现，如果当我自己的课题越做越多，消除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这个连结没有被勾出来的时候，所谓的负面能量的连结的状况就越来越少，我就不太会被影响。内在那个过去的功课感觉上就是完成一个部分了。对，所以我发现个案都是来提醒我哪些功课没有完整、没有完成，要再去面对的。所以个案是我的老师啊。那我就想问，如果你会这样，那飞仙你在做人类图那种解读的个案或占星的时候，你会这样吗？可是我不会不舒服，我会知道这个我发生过，难怪他找我解读。那他会讲出你过去可能发生过故事，或是经历过那些事情，你仿佛就已经看到过去的你自己这样。对，但是我会有一种更能理解他现在在经历什么，然后把他的状态很精准讲出来，以及把就是现在的图或流年告诉他说怎么样走，你会比较容易放下，或是比较容易得到什么这样。对，那是你课题做完了就可以这样子。通常课题做掉了没有，因为我的课题通常都是做完了才会有个案，所以我个案少的可怜啊。你是你骄傲什么啊？少的可怜啊，真的，我骄傲鬼，很少有课题做完的那我大概有太多的功课要做了是吧？是这样吗？因为你不觉得你们两个就是那种功课不管有没有做完都会有个案啊？没有啊，赖瑞没有个案。那是因为他现在不接啊，他不接，他现在只接学生啊，他只接看姓名的。没有，我接一些重要急事，他没办法，真的是有，就是我们也很急啊，像急诊那一种的。我也很急啊。你告诉你急在哪里？我不是厕所在那边，你可以自己去啊。
厕所旁边自己去有2间。你看他这个样子，我怎么不攻击他的？真的很可惜。所以刚刚那个女朋友到底是哪一任女朋友，发生什么事情能够让他这么久没走出来？其实是我们值得做一个续集探讨的部分。第9个，那个是2005年的事情，早就已经是2005年几月几号？20年前的事情。你知道你真的不要再提2005年了。你知道我们的 Podcast 多受欢迎吗？2005年这个数字一天到晚都在出现，我已经听不止一次2005年了。为什么？学催眠的时间吗？没有啊，就是他在回忆他那个时候发生的2005年，他从2003年、2004、2005年那个时候是我在学催眠的那个时间呐。其实2005年那一年行星也是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状态。你不是有提过吗？对，所以蛮多人其实在那是什么星啊？我已经忘了。我记得天王、海王、冥王都有一些就是变动，对。然后那几年就非常多人人生有非常大的转折。那我们说回来，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在那时候催眠的时候，重复的处理这个课题。不过，你讲这件事情也的确让我蛮有共鸣，就是我的议题一直都在家庭绕个没完，都是那个问世都有很多家庭上面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关系呀，通常都是要离开关系啊，不断的在说他如何离开关系啊，类似像这样子，所以来协助我们穿越啊，对啊，离开关系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觉得很不断的再去重复，再处理这些事情。那我平常那边乱问 Jessica 的到底是什么？对，你在乱问。你知道我们浪费 Jessica 能量浪费到什么地步吗？就是前阵子赖瑞带我们去台中嘛。你不是浪费吧？你是滥用吧？你说，你自己讲。就是那时候赖瑞带我们去台中的一个休息站的时候。然后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有在讲那个食物的频率很好吃吗？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一家有卖那个甜点是做芋头的，我就跟 Jessica 说这间的芋头是不是很好吃，那个蛋糕是不是很好吃？他说没有，可是隔壁那一间的频率超好，整个食物都亮晶晶的。然后结果那时候我就在那边乱点一通，就点不同口味的东西。后来我们回到饭店之后，我跟 Jessica 说我想吃芋头的，他就开眼一看说这个频率是芋头，我们拿起来吃。结果真的是芋头，真的是芋头。然后飞仙就说：“你猜对的吧？”我说：“对，我猜对。”并没有，他真的开眼，而且他很精准跟我讲说哪一个是红豆。因为那时候我们去饭店的时候，那个麻薯已经整个翻面，全部都是白的，你根本分不清楚到底哪一个芋头，哪一个红豆。对，长得都一样。然后他这样可以开眼去看频率，就知道说哪一个是最好。我们已经滥用到这种地步了。对，我们吃那9颗麻薯，我们这样子播出去，会不会有人就拿了一大堆东西过来？老师，你猜猜这是芋头还是红豆？就是只要跟 Jessica 一起出去，然后 Larry 一起出去，每次有的没的都在弄这些，就觉得很好笑。好，我们现在留在那个负面能量吗？对，我们还差不多要拉回来了。所以我可以讲一下吗？你还没讲完吗？我讲另外一个我认为的2006年，因为你知道我刚讲超觉力啊，对不对？他还好吗？因为我刚刚说是2006年的，因为你2005的讲完了。对不起，哇，尊重一下，我们先上山炷香。Sorry。OK，我讲另外一个啦。好，我之前呢在学生时候有一个同学，然后他在那个花店打工，然后他们花店有接到那个殡仪馆布置啊，要布置灵堂嘛，然后他们都什么时候布置？晚上10点过去布置，有时候布置到凌晨才回来。当他每去布置的时候，我们就很好奇，问他说：“你布置去那边，你不会觉得很阴吗？你没有被遇到什么奇怪的，就突然门打开？”他说：“从来没有啊。”好，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的同学、他的朋友陪他去布置，就布置半天的时候，然后回去呢，他同学生病了1个月的时间，他觉得很奇怪，他就问他朋友说：“你怎么会这样？发生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就那一天呢，我要离开的时候啊，我就突然发现他忘了带榕树叶。你知道要带榕树叶嘛，要辟邪嘛。对，他突然间紧张，然后回去就有生病了。然后他朋友就问他：难道你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他说没有。后来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觉得你会发生事情？”他说：“因为我没有觉得，因为我在帮他们做好事，我没有觉得他们会来干扰我、骚扰我。但是那个同学是因为他觉得没有带榕树叶就会发生一些事情。”所以我很多时候觉得那是信念造成的。对，信念，对啊，跟超觉力我们讲的信念是有相关联性的。所以我觉得Jessica这个信念是不是也会造成人对于负面能量被沾染的这件事情？也会，他会比靠近，比如说他很负面，我靠近他，更严重吗？
如果是信念的状态之下，影响会更深刻一点，因为它不单纯只是对方的能量而已，还包含自己的共鸣以及自己的认同。那如果是这样子，自己的认同那个信念就比较难被打破。如果是内在觉得是这样子，再加上外在环境影响的话，其实所以有很多人在那时候的状态，有时候那个信念强大到甚至会损及自己的生命。举例，比如说过去曾经有一些战争，你必须要说服自己的信仰，然后造成有一些方式用一种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然后去做一些行为。对啊 Podcast 就不方便说太多，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甚至他会觉得那是伟大的。对啊，他就觉得这就是这样子，舍己为人，对，什么之类的。对啊，就是很有可能会变成是这样子。所以其实那个信念所造成，有时候在我看来那个状态之下，就很像这一群人的状态，就是好像一把很黑色的那种很大的，有点像十字窗这样子插进这些人的想法跟信念里面。所以基本上有没有这样的人来问世也会有。通常我看到那时候面对面或者是打开视讯看到的时候，我基本上我不会去动摇他的信念，我不会去改变他，因为有时候他可能就是他人生就必须要经历，或者是他可能他的存在就需要带给别人一些想法吧，类似像这样，我就不会去，就不涉及这个我就不介入啦，会变成是这样。那其实有一次我们不是在路上开车开一开的时候，你就有突然间讲说因为那时候我们走内线嘛，然后你就突然间说外线有一坨能量，那坨能量就是如果我们开车走外线经过会很衰，可能会出车祸，或是最近会破财什么什么的。对，没错。那种我又要怎么预防？它已经不是人跟人之间，而是我看不到的状态下，而且当下我也分不出来谁是谁，我只觉得它就是一条路。我们过去的时候可能会去沾染。对啊，对。那我们那时候就避开，是因为我们三个中间有一些类似像那样子的状态，可能会产生共振，就会让这些能量在你身上黏更久一点，就很像今天我们如果穿雨衣经过，比如说像一些仙人掌什么，它可能就不会勾到，因为雨衣旁边的平滑感。对。可是如果你穿毛衣，你就可能会沾染一些叶子啊什么的勾在身上。可是它那个能量，其实如果我们是三个人同时穿越，会比较不适合。因为我们三个里面同时有一些状态是跟它可能会产生共振，就残留在我们身上会更久，所以我才教大家避开。哇，我们三个有这种东西啊！那时候看到觉得会，那就是闪开会比较好。可是也并不会那么巧合说随时碰到那个能量我就粘上去，然后我就一定会怎么样，也不见得。我那时候只是刚好有，因为我本来想说能不能够，譬如说像赖瑞不是会有发那个白色的卡，就是贴在房子的那个什么卡对对对，然后或者是。像你超觉力也会教我们怎么样做结界。那个卡你看过？那个卡如果是对于刚刚飞仙说那些负面能量的沾染，它可以做一个隔绝，对对对，或是防范吗？它是会，对，它可以隔绝它。对，所以我才会很推它那个讯息卡。然后还有那个像一些水晶啊，就是你平常有在带我们做，比如像用雷击木或是水晶随身携带，以及如果我回家烧蜡烛去清理我外在的能量场之类的这个部分。对，烧蜡烛是平衡空间能量跟自己能量之间的干净这样子。然后如果是洗澡沐浴，就是清理自己的能量，它是有点像净化跟重置。那如果自己本身又常带雷击木可以共振的话，它随时就是很像一个空气清净机这样。所以我会，当然雷击木它有各自的讯息嘛，所以我就会跟大家讲说，其实这种讯息频率能量自己带在身上其实是蛮不错的。其实我在跟人互动的时候，有些人的负面状态是，你会知道他不是只有抱怨而已，他是没有要打算走出来，而且他要你接受他也是这样子的状态，就是要认同他这样子是对的，对对对的这种，其实我会觉得我们内在其实会有一种想要脱离的感觉，但是一般人其实在听他们就是诉苦或干嘛的时候，我觉得会是听一下，对的这种沾染，我觉得跟要去认同他那个已经频率在共振的状态下是不一样的。通常都是聆听，然后但是对方可能你会有一种感觉，他好像在说服你了。对对，会有就说服你认同我也是这样，就是讨拍我们说的嘛。对，那像因为平常如果是水晶的，我会戴在身上，或者是雷击木，有些人也是会戴在胸口这样。可是像戴瑞刚讲的那个卡，我放在包包里会有保护我自己的作用吗？就是随身携带。赖瑞，你那个讯息卡好像是有自己特定的用法吧？对，那个一般来讲，我们会放在车上，或者在房子，
它要对外面，有些图案对外面，有些图案对里面就可以。对，因为以前我们在看有一些戏啊，如果鬼怪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玉佩什么的都会在身体里面嘛。对，然后他们就是到后来一定要把那玉佩拿出来面对那些鬼怪，鬼怪才会啊，然后这样子才被就是克走。所以我就会想说，如果以能量场来说，是我一定要拿出来面对这些东西，还是我放在身上那个能量场就存在？对我来说，放在身上能量场就存在，它其实不受衣服的影响。但有一些部分，像我的雷击木就一定要贴身。要贴身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质地是木头，它的质地是木头的话，其实就很容易吸附别的空间中的频率，所以我会希望它跟主人贴身，对他来说会比较有帮助。那可是像赖瑞那个卡，就一定要就是不是贴身的方式使用。如果说今天带在身上，就放在包包，放在包包的话，就是近身就可以了，不用贴身，靠近。对。那包包里面如果今天我发现这个频率不对，我需要拿出来说包包抵挡卡这样子吗？包包抵挡卡就是从包包里面拿出来那个抵挡卡。我觉得这好像是那种什么游戏的那种卡。我只是把它讲的比较好笑一点，对。然后就是拿出来你也是金牌，不用啊，它就负频率退散。你放在身上的时候，它自然就会有一个结界出来了，所以一样也是像能量场存在的状态，不用贴在额头。对啊。OK， 那如果剪成两半呢？譬如说我担心我左右两边，我就把它剪成两半，左右各放一个。当然不行，因为那个整个它的符号跟图案就会破坏掉了。那如果我影印呢？影印没有用啊，因为它最早是它那个是用能量讯息的涂料去涂的，还有好几层，所以那是涂料有能量，不是那个图案有能量。都有图案跟涂料都有能量。了解。它是印刷的话，印刷本身的涂料就有能量，所以印上去，然后再加上图案本身，加成效果。对。那如果学理工的人，其实就可以做这个破解。也不见得，但是你要有那个机器，能量机器，像光子波动仪器去测它能量可以维持多久，然后有多少效果，它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要去测才知道。所以其实那些你都是确认过之后，你才开始上供应链的。对，因为那个东西，那个机器我有嘛。对啊。了解。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喽。OK， 好，下次见喽，拜拜，拜拜。